赖清德这次没有提到相关名词，只是单独的提两国互不隶属，那不就是台独吗？当台湾的现状清楚之后，民进党台独论述还剩多少空间？没空间了。台独今天论述有空间哦，就是红蓝一起在演一出春秋大梦，蓝的骗自己没有丢掉大陆，红的骗自己已经统一台湾。那你要去诈骗多久？最后被绿的骗死人了嘛？真正消灭中华民国，就是把九二共识污名化的民进党，因为在大陆的立场下，他们能做的就是在有九二共识的前提下，默许中华民国薛丁格般的存在。民进党看你们自己都骗自己了，刚好借着你的谎言把谎言叠高一点，所以就洗脑出一大堆天蓝独、天蓝台的时代。谁想打仗啊？我们在寻求一个不要打内战，但可以完结内战的方法。老公在军事上是不是纸老虎？真的还不是，但老公在论述上绝对是纸老虎。台独其实是为了美国，以为自己是中华民国派的中华美国派。我来帮你推进一下，以为自己是中华民国派的中华台独派的美国派，这样比较精确。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第二个，朱立伦不是才说要裁并掉黄复兴党部，成立数位青年部吗？为什么现在又走回动员群众的老路了？你跟那群青鸟隔空对喊口号有什么意义啊？就算你真的是要动员群众，那为什么国民党也要去青岛东路啊？人家青鸟包围青岛东路是要给立法院压力啊！国民党为什么要国会改革？因为民进党这8年太下流了嘛，所以要用国会改革拿到更多权力去制衡行政权啊！所以你应该要去包围行政院，包围总统府啊！你国民党学人家青鸟包围立法院干嘛？可以在立法院投票蓝白立委加油打气吗？第三个，为什么国民党那么喜欢学民进党？没听过东施效颦吗？国民党动员群众操作媒体玩得赢民进党吗？我刚才回家看了一下新闻，蓝鹰行动它现在都被那个纳粹旗跟草到成功高中这2个新闻给主导了。那既然国民党不敢玩得这么溜，那何必去搞什么群众动员，把自己水准拉得跟民进党一样低啊？这周最红的应该就是这个吧。过去两蒋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因为时代背景，对美国民主的富裕跟大陆共产的万恶都有极高的信仰，那这也很正常。但是国际形势瞬息万变，要判断一个台湾的高知识分子有没有与时俱进，最简单就是看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以后，他对中共跟美国的评价有没有做调整。明居正教授他就是属于没有校正资讯的知识分子，如果他只是在台大教书，也不会怎么样了。可是坏就坏在他上了黄伟汉的节目，他的学术地位跟偏执错误，加上黄伟汉节目的高人气，加起来的结果就是连经济部长郭志辉都被骗了，竟然相信立法院被中共掌控，而且这绝对不是个案。明居正他在节目上说，就算我们台湾说了什么不对的话，不见得就是挑衅，没有理由都是大陆做决定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挑衅不挑衅不是大陆做决定，说不定可以是台湾人决定。那照明居正的意思不就是大陆说了什么，就算台湾人觉得不对，也不见得就是对台湾的打压，不是吗？今天 A 说的话会不会被 B 认为是冒犯，本来就不是 A 或 B 任何一方感觉来认定，是用公正客观的标准来决定的。那同样的，我们台湾这边的发言到底该不该被看作台独或者是对大陆的挑衅，也一样有个客观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嘛。明居正他觉得赖清德的双方主权互不隶属没有什么不对，更何况赖清德就职演说会被看成是台独，不是因为他讲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有讲。蔡英文他2次就职演说都很明确的提，会依照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去处理两岸问题。但是赖清德这次没有提到相关名词啊，只是单独的提两国互不隶属，那不就是台独吗？这个是明居正的原文，明居正自己打脸自己。依照明居正的逻辑啊，中国随便一个阿猫阿狗，只要说自己不会打台湾，那台湾人就应该要觉得大陆政府不会打台湾嘛，那干嘛在乎习近平说什么？更没有道理对习近平2019年讲的话斤斤计较，不是吗？那至于要马英九、傅昆萁在中共军演的时候表达抗议，就更好笑啦。赖清德犯错在先，那为什么要国民党背锅？其实就是有强烈的预设立场，预设中共都是错，美国都是对，赖清德也都是对。至于他拿美国当中国的反例，那就更搞笑啦。因为美国就真的是靠拳头比较大，到处去威胁人啊。只是美国要的不是领土，美国要的是一个国家的主导。明居正他拿美国来举例，那刚好反正
中国现在威胁台湾是对的所以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根本就不适用互不隶属这个词啊。如果你勉强要用，那你必须加上相关的例如说一中框架或是9·2共识，不然就绝对是错的中华民国他身为一个既定事实的败方，他怎么可能自己把条件往上加，还妄想得到对方的认可？应该是要先想办法得到对方的认可，那彼此在一起协议，才可以把自己的条件往上加吧。这不是常事吗？事实上没有黄伟汉找民居正来为赖清德的总统就职演说狡辩，我还没有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9·2共识真的是两岸的定海神针。民进党他3次执政的总统就职演说，关键的差别就真的是有没有提擦边的9·2共识。蔡英文他2020年当选的就职演说，就算是已经持续炒作抗中已经1年，蔡英文只是稍微擦到边而已。就是提到遵循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事务，大陆就勉强硬吞了呢。直到2022年的佩洛西访台才正式第一次军演。你不跟我讲那个是中国大陆，我还以为他是抖 M。台湾这边也没有任何人意识到的结论就是，只要台湾方面一直坚持9·2共识，大陆政府会默许台湾人把中华民国搬上国际舞台。事实上，大陆是不可能在有联合国以及还在被美国压着打的前提下直接承认中华民国，因为这个会造成中国大陆内部的政权危机。所以以国际政治角力的现况层面来看，真正消灭中华民国就是为了夺权而要把9·2共识污名化的民进党。因为在大陆的立场下，他们能做的就是在有9·2共识的前提下默许中华民国薛丁格般的存在。但是其实正因为是如此，我跟大家讲这是个 bug， 就是对岸如果不充分论述现状的问题迟早就是被民进党抓到这个密门。所以其实老共在军事上是不是纸老虎，我跟你讲真的还不是。但老共在论述上是不是纸老虎，我跟你讲绝对是。但是呢，老共在论述上虽然是纸老虎，但有一个党比老共的论述更纸老虎，他可能连纸老虎都不是，纸病猫我就不说谁了那个对，中华民国是薛丁格般的存在。最好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赖清德跟蔡英文他们之所以会被大陆疯狂的干掉，原因是因为他们要放弃中华民国的大陆地区领土。什么意思？因为坚持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就等于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拥有大陆地区的主权啊。习近平其实是在阻止赖清德做中华民国的败家子，阻止他放弃中华民国的领土啊！你不能放弃我们啊！这个就是中国哲学它的奥妙之处。只是这样的僵局你坚持够久，大陆又持续的壮大，合同自然就会发生了。所以表面上是大陆在示弱，但其实这个是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这个话你是不能说出来的，起码你不能从领导阶层的嘴巴里说出来，因为你只要一说出来，加上外部美国的搅屎棍跟内部人民的哲学思维高度不够，就会导致连锁效应崩溃。如果台湾人能够知道大陆领导人的心意，那两岸和平的这只彩凤自然会降临于台湾啊。可惜台湾有很多像黄伟汉这样的妈宝知识分子，跟民居正这种以仇恨为内核去看待两岸关系的政治局者，以为自己是中华民国派的中华台独派的美国派这样比较精确因为他们台独是为了谁台独？为了自己吗？表面上看是嘛，但其实是美国嘛。台湾是清朝近代以来唯一一个成建制丢失的领土，一个省级成建制丢失。就地缘来说，中国的崛起绝对不可能让核心领土丢出去还没有收回来。所以刚才有这个聊天室的观众，大陆的朋友吧，我猜因为写简体字的，就说国民党废还要怪到老共。都废啦！国民党是直接躺平在地上没救了啦。共产党的两岸论述也是一塌糊涂啊。520他讲这个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到今天你国台办推得出什么样的论述来讨论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现实的，就是说1949年之后两岸就是个内战的事实，这个内战的事实可以把它直接摊开来讲。那当台湾的现状清楚之后，其实民进党台独论述还剩多少空间？没空间了。因为当你讲得很清楚，两岸就是内战没有打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就是所谓中国进入共和时代的第一共和的残余的时候，那请问台湾人还可以在那边逃避吗？还可以每天望着中华民国喊说我们叫台湾吗？台湾不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之所以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是因为清朝的时候把台湾的民政政权给灭亡了，正式并入了中国的国土。到了1885年的时候才有正式的建省，正式的建省之后，台湾成为中国
当时最新的省份。但这一切的发展，在1894年中国打输了甲午战争之后，被日本人在1895年以条约加上武力的形式，把台湾的反抗力量消灭。台湾这个领土是以省的整个承建制的丢失，台湾的丢失是中国的衰弱所造成的。所以当中国重新强大之后，已经早早被中国纳入核心领土层之一的台湾省，那就会一定是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那什么时候它会重新回到中国的里面？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这不是你统派独派你可以去逃避的问题嘛。所以你也不用质疑我是统派独派，因为我不会，因为我对我来讲，就读历史来讲，那根本不重要。你个人意思是你扭转不了这件事，它是从一个历史的大势来看。更况且乎，台湾本来就已经回到中国的领土内，因为在1945年当时的昭和天皇的投降的诏书上面就写得非常清楚，依据四国公告投降。四国公告就是波茨坦公告，那波茨坦公告就是什么？美中英苏四国公告。波茨坦公告里面写得非常清楚，就是依据开罗宣言处理台湾问题。那开罗宣言是什么？就是日本从中国人偷走的领土，包括曼丘利亚啊，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台湾，还有澎湖群岛。所以这就是历史事实。那这些历史事实呢，因为两岸呢在争夺这个主导权。其实1971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没有在联合国里面嘛，所以这个叙述的主导权是在中华民国。那1971年2758决议文之后，中华民国就丧失了在国际主权这个论述下面，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讲烂了。其实台独今天论述有空间哦，就是红蓝的一起在演一出春秋大梦，自己骗自己，蓝的骗自己说他没有丢掉大陆，红的骗自己说他已经统一台湾，这就是在互相骗嘛。那你要去诈骗多久？红蓝互相骗自己啊，互相要骗对方的情况之下，最后被绿的骗死人了嘛，骗的台湾人口口声嘛，台湾人现在都以为自己我们就从土地迸发出来，我们400年台湾史都是外来政权，台湾人就是主权独立，我们的祖先是南岛民族，两岸就内战没打完嘛。那我们在寻求一个什么？我们在寻求一个不要把内战打完，但是可以完结内战的方法，不就这样子吗？谁想打仗啊？可是今天这个空子被谁钻出来的？为什么被美国跟民进党钻了一个空子？道理很简单嘛，因为两边都在装死嘛。国民党不能讲透，共产党也不能讲透，那最后怎么办？就被民进党讲出来了。民进党讲了，一看你没讲透，那你们自己都骗自己了，那我刚好借着你的谎言，把谎言叠高一点，那所以就洗脑出一大堆所谓天然独、天然台的时代。当两岸的善意归零的时候，那要怎么重新创造善意呢？那很简单，就是真善美嘛，重新回到历史事实去讨论，大家都不要再掩饰了。两岸到底是实际是什么状况？就是内战没有打完。那内战没有打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1950年代韩战一开打，第七舰队一插下来就冻结了。所以很直白的是，台湾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老美保护嘛，这就是事实啊。那所以我们亲美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台湾的政权是亲美，是因为台湾如果没有美国在第七舰队插进来的话，可能早就已经没办法苟延残喘，至少金马绝对不会是你的啦，那可能澎湖都要掉了，谁知道？所以也不用说什么台湾人这个亲美可恶甜美，没办法，这政权就是因为美国活下来的嘛，不然怎么活得下来？那照正常内战早就已经再见拜拜了。正因为国民党在论述已经躺平了，共产党在论述里面是残废，所以才被民进党钻了个空子，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老是拿同一套，那个在马英九时代可以，蔡英文之后他们就改变了论述，这也是日本人一直在后面给民进党出谋划策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事实上，你从一个地理要素来看，台湾如果属于中国，对日本是很不利的。所以这一点日本人跟美国人是有极大共识的。那基于这一点，那压制中国的成长最后一块拼图就是台湾嘛。